大家好，嘟嘟又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制作香料肉丸，很好吃，串成一串串，一般家宴或派对上特别有仪式感。吃了好开心。是的，肉末350克，猪肉或鸡肉都可以，大家可以自行选择。冰箱里的猪肉末不够，所以舅舅加了点鸡肉，加入原味酸奶2大匙。鸡蛋1个，半小匙盐，1小匙白糖，半小匙盐稀粉，小茴香粉半小匙，大茴香粉半小匙，黑胡椒粉半小匙。这些香料在一般超市都能买到。接着再加入葱蒜末各20克。最后加入2小匙玉米淀粉，再将所有食材一起拌匀。尽量拌久一点，让肉末出点焦，一点黏黏的，成品才会弹牙。准备这食材需要费点功夫，如果大家试过了，真心喜欢，下回可以一次多准备点，冷冻起来，孩子们回家或聚餐时，随时可以派上用场，真的很方便。是，会很开心，想吃，对吧？拌匀后的肉末，如果感觉有点软、有点湿，可以适量加点面粉，这样后续才容易处理。舅舅这里也加了1大匙左右。喜欢口味带点辣的朋友，可以将辣椒剁碎，适量加点，辣度按照自己喜欢调整。最后再加点芹菜精，不能接受芹菜的朋友可以不加，这也足够香了。将所有食材做最后一次拌匀，马上就可以开始油炸了。好了，中火先将炸锅里油预热，勺出适量食材，放在另一手上塑形，记得戴上手套或抹点油，这样才可以防粘，比较好处理。塑成圆球形或其他的都可以。今天我们塑成椭圆形。油热后转中低火，再将肉丸生坯放入，炉火不要太大，避免成品内部加生，炸不透或油炸过程中丸子爆开，成品就不好看了。初下锅，不要搅动，待丸子定型后再轻轻翻动。炉保持中低火，将丸子油炸至金黄色。起锅前15秒才将炉火调高，将丸子内部油分逼出，这样才能减低丸子成品内部含油量。炉火再次调低，将剩余的食材全部处理完毕。今天这食谱可以完成香料丸子12串。待丸子稍微降温，再准备点脆瓜、竹签，接着再将丸子串成串。看吧，炉火控得好，这油炸后的丸子一点都不油腻。
哇，这样很吸引人，看了就想吃。是的，尤其是派对的时候，特别受欢迎。这脆瓜也可以用其他水果替代，比如草莓、葡萄、小番茄等等，一样很漂亮的。来吧，嘟嘟，可以享用了。哇，谢谢舅舅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吃吧，吃吧。真的太香了，有点像沙爹的味道。是的，因为用的香料与沙爹大同小异，所以才会有沙爹香味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与分享。放心订阅吧，订阅是免费的。对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嘟嘟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。今天舅舅来做个南洋风味的蒸丸子。南洋风味当然少不了这香辣可口的辣椒拌酱，将它淋在蒸熟的丸子上，丸子香喷喷，蘸酱火辣辣，真的很好吃。这个大家一定要试试看，错过也太可惜了。那我们马上开始吧。好的，我们先来处理个油葱酥，锅内倒入约80毫升食用油，红葱片50克，冷油下锅，炉开中火，将葱片油炸至金黄色。好了，油炸至视频中这状态就可以了。离火，沥干油分。冷却后的葱酥颜色还会变深一些。将葱酥摊开散热，降温后备用。开始来处理粉皮部分，锅内倒入600毫升清水，加入1/4小匙盐，让粉皮有个底味。半小匙白糖，100克粘米粉。接着将粉浆拌匀，粘米粉属淀粉类，很容易就拌匀，不会有结干粉粒问题。拌匀后，再将炉火打开，调至中火，再不停搅拌，每一下都要从底部推起，这样才能避免底部烧焦。在粉浆温度提高，变得有点浓稠后，这时候再将炉转至低火继续搅拌。随着温度慢慢升高，锅里头的粉浆会开始结团，没关系，只要不停搅拌，即使转变成膏状后还是很细致的。好了，约这个稠度就要离火了。离火后的粉浆继续搅拌，让它加速降温。待粉浆稍微降温后，再加入1大匙炸葱油，再继续将油拌入粉浆内。加了油的粉浆会更细致。好了，先搁着让它继续降温。取出个料理盆，将90克番薯粉与40克木薯粉预先拌匀。接着再加入降温后的粉浆内，锅里的粉浆还是有点温温的，约40摄氏度左右。温度太高会将加入的粉烫熟，一点温温的最好，最容易混合。先将拌成膏状的粉浆盖好备用。我们开始来处理内馅部分了。肉末200克，1/4小匙盐，1/4小匙五香粉，增添多一点香味，再1/4小匙胡椒粉，半小匙白糖，1大匙料酒，这里用的是花雕酒，1小匙麻油，1小匙甜黑酱油，让这内馅有点色度。接着再将所有食材拌匀。再加入1大匙玉米淀粉，继续拌匀。最后是50克切成细丁沙葛，再一点芹菜精，不能接受芹菜味的可以用青葱替代，或者干脆不加好了，没关系。再加入适量油葱酥，拌一拌，这内馅就完成了。今天这内馅不需要抛摔这环节。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很容易处理。是的，蒸格内预先垫上胶液，再涂上一层薄油防粘。没有香蕉叶的朋友可以用烘焙纸，或垫上一片蒸布都可以。取一个平口的小碗，大或小一点都可以。
这一个直径8公分，勺入一点面糊，抹出个凹穴状。接着再勺入适量肉末内馅，这内馅不能过多，多了不容易裹上。再放入1-2只去壳、去馅后鲜虾，增添一点鲜味。然后碗口表面再抹上面糊，将整个碗口抹平、抹实。最后再整个从碗里彻底勺出，一个半成品丸子生坯就完成了。将生坯直接推在蕉叶上，就不要再挪动了。舅舅用另一个角度再做一个，让大家看得更明白一些。今天这食谱可完成的肉丸子12个。丸子与丸子之间要保留空间，避免蒸熟后粘在一块。蒸锅里大火预先煮开1锅水，水必须煮至沸腾，再将丸子生坯放上，盖好。这高温可让丸子定型。丸子一上锅，直接调至中低火蒸15分钟。来处理个拌酱，炸葱油1大匙半，油热后倒入辣椒糊25克炒香。这辣椒糊是舅舅自己调制，想进一步了解的朋友可以点击右上角链接，参考一下舅舅的做法。炒香后，加入150毫升清水，1大匙半白糖，1小匙甜豆瓣酱，这可以预先捣烂后才加入。接着再煮开，煮开后的辣椒拌酱可以先试个味，在一切都满意后再勾个芡，让拌酱浓稠一些。1小匙玉米淀粉内加入1大匙清水拌匀，拌匀后直接倒入煮开的拌酱内，边加入边快速拌匀。起锅前再加入1小匙蒜蓉，拌一拌就可以离火了。香辣美味的辣椒拌酱完成。盛起，降温后备用。哇，很香。这拌酱浓稠度刚刚好，色泽也好看，完美。舅舅，蒸好了。好的，时间到，直接熄火，轻轻将锅盖打开，尽量不让盖里的水滴在丸子上。勺子先抹点油防粘，再将蒸熟后的肉丸子取出。哇，看了就好想吃。好的，舅舅先给你个原味的。好的，真开心。蒸熟后的肉丸子淋上了这香辣美味的辣椒拌酱，更是锦上添花。若家里有小朋友不能吃辣的，或许您就要另外再做个甜拌酱了。加一点油葱酥，最后再一点芹菜叶，感觉上色香味都俱全了。舅舅，太好吃了，我要多一个。没问题，大家看了会不会也很想吃呢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内告诉我们，谢谢大家。这表皮非常细致软嫩，冷却后感觉更弹牙。这肉馅蒸熟后很软很香，沙葛嚼起来还是脆脆的。加了这辣椒拌酱也太好吃了。如果时间允许，大家一定要做给家人享用。真的也太好吃了啦！是的，这也是舅舅近期最满意的料理，在此真心与大家分享。在看视频的您，如果觉得有一点点收获，请给个免费小赞，大家的支持就是给我们前进的动力。我是彼得舅舅，我是嘟嘟，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。